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28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第一个，中共炫耀反腐成绩的逻辑和真相；第二个是香港政治生态正在迅速恶化；第三个是巨星水电站投产贺党庆，居民用电要涨价。后面这个呢，我们也会讲一下当前的经济形势分析一下那么先讲第一个，6月28号上午那么庆祝中共建党100周年的第2场记者会。那么中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副主任肖培他说，中共反腐仍然要保持高压的态势他披露他中共反腐的成绩他说，从中共18大结束的2012年12月到今年的5月份，9年半时间那么纪委监察机关总共立案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那么厅局级干部22000人，县处级干部17万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那么查处这个八项规定4风问题62万起，那么形式主义官僚主义21万起，那么处理了32万人。然后民生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39万件，处理了35万人。扶贫领域28万件，处理了18.8万人。扫黑除恶处理了9.3万起案件，处理了8万4千人。这个肖培还讲，他说中共18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的案件380万件，那么查处了408万人，党纪和政纪处分374万人然后呢，中共19大以来总共投案的有4万2千人。他说从2014年中国开始进行这个网上追逃这些反腐败的这个人员，叫天网行动，从120个国家和地区追回这个外逃9165人，那么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是2408人，追回赃款217亿。百名红通就是红色通缉令那么有60人100名的红色通缉令有60人归案。好，那个肖培就说，他说100年来我们党一路坚守初心使命，一路英勇奋斗牺牲，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绩伟大功绩。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无耻的炫耀这个炫耀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突出这个习近平的功劳，因为他一讲就是18大以来18大习近平上台那我有几点评价。第一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数字非常的庞大，9年半发生这么大规模的这个查处，我们当然没有人相信这是中国腐败的全部否则中纪委和监察委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就是当今中国广泛持续的腐败冰山一角这是第一就是他公布的这些只是中国现在当今中国的腐败现象的冰山一角，这是第一。第二，当今中共治下的中国发生的腐败冠绝古今中外，古今中外没有发生过像当今中国这么大规模，它的广度它的深度无出其右，就是中国发生的腐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中国发生的腐败来自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缺乏监督和制衡。中国发生腐败
来自体制的结果。中国的腐败是体制造成，就是绝对的权力，就是中共独裁，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共独裁，其中腐败是他垄断权力的动机，就是他为什么要垄断权力？他垄断权力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腐败，就是为了他自己去腐败。这是两点，就是说我认为中国发生的腐败来自这两个方面。那么第四，中共所谓的反腐成果和他的决心没有关系，和中共领导人的变迁也没有关系。中共的腐败是历史的必然。一个独裁的政权，再加一个市场经济，这两个同时存在，是腐败的天作之合。中共从来就没有解决过腐败的问题。中共的特供就是系统性，中共自己系统性安排的腐败。它证明了什么？它证明了它根本就没有为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社会平等付出一丝一毫的诚意。我今天在推特上看到有一句话啊，有个网友有个作家，有个网友贴出一个作家的一段话，他这么说，他说啊，我读给大家听一下，他叫油价走到世界最贵，楼市走到天下第一，行政走到乱象丛生，司法走到黑不见底，经济走到垄断暴利，教育走到误人子弟，医疗走到谋财害命，税收走到劫贫济富，财政走到福利全无，权贵走到美籍绿卡，环境走到全国雾霾，食品走到无比恶毒，科技走到山寨抄袭。如果这是正道，谁能告诉我邪恶是什么？这段话讲得非常的准确，是把中国的目前现在的现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列出来。好，这是第一个主题，就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个中纪委他们开的是记者会，我们就讲讲这个数据，这些公布的这些数据是什么意思啊？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讲第二个主题，香港的政治生态正在迅速的恶化。那么最新的情况是，再有香港苹果日报的这个采编人员被捕。苹果日报英文版执行总编辑冯伟光6月27号晚上在香港国际机场准备前往英国的时候被捕啊。那么警方以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冯伟光。冯伟光从1997年开始为苹果日报撰写社论，至今超过20年，笔名叫卢峰。他们离职之前是英文版苹果日报执行总编辑，他也是众新闻的专栏作家啊。那么香港警方呢，随后28号凌晨把这个冯伟光押到这个沙田一个住宅单位，估计是他自己家，然后搜查，然后再押回这个湾仔警察总部。目前冯伟光仍然被扣查。香港特区政府宣布，英国为极高风险地区，7月1号开始禁止来自英国的航班着陆香港国际机场。冯伟光就是从香港机场准备坐飞机去英国。他现在特区政府宣布，7月1号开始，来自英国的航班不能够在香港机场降落。什么意思？这就是要关门打狗啊！香港记者协会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警方再次针对新闻工作者，并要求警方立刻交代事件。声明指出，冯伟光、李平都是时事评论员，两个人先后被捕，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均是本港核心价值。如果连文人的笔杆也容不下，香港将再难被视为国际城市。记协强调，近日连串的事件已近乎完全葬送香港的新闻自由。记者质疑，只剩下唱好的声音，香港是否能够获得国际企业的信任？是否仍然能够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最后，这个香港记协引述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名言：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自己是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仍然说谎。香港记协要求警方和政府以理服人，交代新闻工作者被捕的理据，别让新闻无关新闻自由的说法沦为空话。那么香港的这个新闻工作者被捕，然后香港苹果日报的状况现被关闭的这个情况，正在改变香港的媒体生态。发生了几件事。第一，立场新闻宣布立场新闻是香港的一个新媒体立场新闻宣布，立场新闻的母公司有6位董事，余家辉、周达志、吴霭仪、何韵诗、方敏生、练以真辞去董事的职务，只剩下2名董事，叫蔡东豪和钟沛全留任。立场新闻指出，此举为保障支持者、作者和采编人员，减低各方风险。立场新闻会继续运作，采编方针和工作不变，这是第一。第二，立场新闻下架今年6月前的所有的博客和转载文章，他自己的文章不变没有下载，但是把所有的博客是其他的作者写的文章和转载别人的文章，然后就全部下载，然后他再跟这个作者确认你还要不要上，确认风险之后再安排重新刊出。这是第二个就是为了保障这个其他的作者。第三个，为了避免公司的资金被冻结，停止接收新会员和新的捐款。第四，为了保障公司员工的权益，5月份终止入职半年以上的员工雇员的合约就是终止合约，然后再给他赔偿，赔偿之后再以跟不低于原来的条件重新签新的合同。那么绝大部分的员工留职继续运作，这是为了保障员工的权益这是这个第四。那么立场新闻这个安排显然是针对苹果日报发生的状况。苹果日报发生的状况是什么？政府把他的账号冻结，他没办法发工资，所以苹果日报停止运作的原因是这个。那么第二，时事评论节目852邮报创办人尤清源6月28号宣布下架已经上传的所有的节目他形容香港现实的政治气氛是黑色暴雨，甚至是10号风球，要留有用之身只能无奈把影片下架，把原来的节目下架，并向读者致歉。他说，以往拍影片的这个方式已经不可行未来会换一种方式，继续讲香港情怀、香港精神。尤清辉表示，他现在仍然会留守香港如果想留有用之身在这里保护香港，只好连夜把之前拍过的所有的影片所有的节目全部下架，向读者致歉之前尤清辉已经说过，因应香港现在的情况，考虑风险之后，已经疏散了852邮报全体员工，剩下他一个人继续运作这是一个这是第二个。第三个，
港版国安法这个实施之后，香港这个政治肃杀的局面，香港泛民民主党派之一的新民主同盟6月26号宣布解散。新民主同盟在脸书上发表声明说，第6届执委会上，上周召开了包括所有区域会在内的扩大会议，讨论去留，经多数同意并获得全体成员的确认，决定解散。新民主同盟强调，过去2年急剧变化的香港社会政治环境大不如前，随着港版国安法的实施，新民主同盟的一些成员身陷牢狱，随后当局又要求公职人员宣誓相关法律，造成成员因各种不同的考量选择留下、离开或者是退出。声明表示，未来将与港人并肩而行，继续与民主派同路人一起合作，一同发声。新民主同盟感谢所有过往和现在的成员、各议员、办事处员工和义工以及广大支持者。新民主同盟的创党人员主要是民主派的民主党的成员。2010年，这个范国威为首的这个少壮派不满民主党走入中联办，跟中联办讨论这个政改方案，就宣布退党，然后再成立这个新民主同盟。背景是这个背景。然后就是其实香港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啊。6月26号，国务院宣布这任命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接任这个政务司司长，成为香港第一名警察出身的政务司司长。那么过去7届香港回归之后，过去7届政务司司长都不是来自警察，都是来自其他的涉及多个领域的这个官员。那么李家超的这个任命打破了这个政务司司长必须是通才因为你政务司司长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办公厅主任，就相当于办公厅主任嘛，或者是相当于一个政府的秘书长。那么他是排名政府里面排名第2的人物，就是特首下来就是政务司司长。那么李家超是个警察，李家超呢现年是63岁，香港华人书院毕业那么20岁加入警队做这个见习督察，一直在警队工作。2010年升为警务处的副处长，2012年加入问责班，成为保安局的副局长，2017年升任这个局长。那么成为香港回归之后第一名从警察出身的保安局局长，然后又从第一名警察出身的这个政务司司长。那么政务司司长，警察出身的政务司司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就是个警察的政府这就是个警察的政府。那么今年呢，本来七一民政每年都会申请游行7·1游行。那么今年民政就宣布，这个由这个社民连、天水连线守护大鱼联盟向警方申请这个7·1联盟。6月28号，警方以防疫为理由反对游行，就是他要出一个不反对通知书，这个游行才能举行。那警方出一个反对这个游行，那么这个申请的这个团体就不满意，那也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年的7·1香港人没办法上街游行。那么《纽约时报》今天有一段文章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我推荐大家去读一下这篇文章的题目叫《超越红线》，习近平为何决心全面管制香港？他这么说，他说香港向威权主义的迈进始于一份政策文件中的一句话，
说中国将对香港行使全面管制权。这个文件发表在2014年6月，那么反映了习近平下决心要驯服香港的政治反抗。那么当时呢，很多人这个文件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不屑一顾认为这是虚张声势。现在香港对习近平的野心有了极为清醒的认识。这份文件标志着对香港这座城市的控制权争夺战拉开了序幕，最终导致了几乎没有人能预料到的国家安全法出台。国家安全法生效以来，中国大陆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逮捕活动人士，扣押资产，解雇政府工作人员，拘留报社编辑，改写学校教材。他这么说，他说，尽管打击行动似乎以惊人的速度到来，但这是北京多年努力的结果。然后这篇文章就叙述了中共在这些年推动香港政治进程的过程那么刘少佳是谁呢？刘少佳是香港一个亲中的一个学者，中方就经常拿去帮着出主意刘少佳自己就这么说，他说整个过程是逐步发展或者演变，直到几年前，然后速度就非常快。他问题是国安法的出台非常突然，很多人都感到意外，包括香港所谓的亲中人士那么文章最后说，文章最后这一段是这么讲，他说这一消息的宣布震惊了全港。就在中国年度立法会议召开前，一位发言人在5月21日深夜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立法代表将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的计划进行审议。该法案于6月30日迅速通过，提出了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和勾结境外势力4大罪行，最高可判终身监禁。他要求对学校和媒体进行监管，同时他在香港设立了新的中国国安机构，几乎不受任何法律挑战。他有权调查案件，并将被告送到大陆受审，在那里由党控制的法庭很少否决检方的指控。香港官员起初表示严格执行国安法，结果这项法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席卷了香港社会的每个角落。过去1年，香港当局在国安调查中逮捕了超过110人，对64人提起指控，包括该市大多数最著名的民主活动人士。那么中国的国安机构本身基本没有抛头露面，最明显的足迹是在香港铜锣湾维景酒店33层的临时总部，能俯瞰曾经作为香港一些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的地点维多利亚公园。他偶尔会打破沉默，提醒居民他那隐于幕后的存在。他最后这么说，他说1周之后，香港政府宣布中国国安机构将于香港的海滨建立一个永久的总部，占地面积有2个美式足橄榄球场大小。就是这篇文章写得很好，虽然翻译的有点别扭，但是仍然非常准确的反映了中共在推进香港政治进程的这个过程，描写的非常的好，一些大陆的网友可以找来读一下。我们今天讲最后一个主题，巨型水电站投产贺党庆，这个居民用电要涨价。那么中国宣布世界上第2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首批2台机组于6月28号上午投产发电那么这个号称世界上在建规模最大、
技术难度最高的白鹤滩水电站只用了4年时间建成啊。批评人士认为，这个高速建坝的代价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项工程移民10万10多万，大坝上游的一些动植物栖息地被毁，下游的鱼类受到威胁。那么，这非政府组织国际河流发表过一篇报告说，中国的国有水电工程没有对它的环境破坏负起责任啊。报告说，为了赶时间，这些国有水电工程公司通常没有向公众报告它的工程项目对社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这个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宁南县和云南省巧家县交界的金沙江由三峡集团投资，总投资2200亿元，总装机容量是1600万千瓦，大概是三峡水电站的71%啊。那么这是排名第一是三峡，排名第二就是白鹤滩。那么这个电站的主体工程是2017年开工建设，全部机组在2022年的7月投产发电。那么白鹤滩水电站原计划是外送江苏、浙江，然后同时在枯水期在四川保有100亿千瓦的用电量。但是这个白鹤滩外送江苏的特高压直流电通道仍然在建设中，外送这个浙江特高压直流电直流线路还没有批准。那么当然这个时候选择发电肯定不是偶然的啊，这是一个中共党庆的献礼项目。习近平发贺信说，这西电东送国家重点工程建成，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啊，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啊。然后这个首批发电仪式啊，主场在哪里？主场在北京啊。这个白鹤滩是分厂啊，这你就知道它目的是干什么了啊。然后这个韩正出席仪式，发改委的主任何立峰宣读习近平的贺信和李克强的批示啊。李克强有批示哦啊。尽管有世界第2大水电站落成，尽管三峡水库当年曾经承诺8分钱电价，但是8分钱电价现在电价多少啊？那还有一个三峡水库的这个建设基金现在还在收钱，这不要脸吧啊！但是发改委最近透露，为了缓解电价交叉补贴，使电价更好地反映供电成本，中国计划居民用电即将涨价。那么国家发改委在他的网站上回答网民查询的时候说，长期以来中国试行较低的居民用电价格，居民电价较大幅度低于供电成本，是因为工商用电承担了相应的交叉补贴，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居民电价偏低，工商电价偏高。按照进一步深化电价市场改革的要求，下一步要完善居民电阶梯电价制度，逐步缓解这个电价交叉补贴，使电价更好地反映供电成本，还原电力的商品属性啊，就是他需要这个的时候就这么讲，另外过了这段时间再这么讲啊，他永远都是对的。那评论员说记得建三峡大坝的时候，大坝建成老百姓的电价是8分钱，到现在我们的电价是5毛3分多。还有三峡大坝的建设基金是从我们的每一度电里面扣的，所以但三峡大坝其实不是政府的钱盖，是老百姓1分钱1分钱攒出来的至今还在扣。
那么新浪网友的留言是这么说：说水电煤通讯铁路你们全包干了，然后说价格偏低，价格上面又说我们不市场化，垄断做起来也没见你们要市场化，双标到了不要脸，很准确。你垄断的时候就说我们不要市场化，现在你又说我们价格偏低，要市场化，要让这个价格再涨起来，真的是双标，是非常的准确。发改委说，为了鼓励城乡居民多用清洁电力资源，少用煤取暖，关于北方地区清洁供暖价格政策的意见明确，适宜煤改电的地区要通过完善销售分时价格制度，优化居民用电阶梯价格政策，大力推进市场化教育机制，降低清洁供暖用电的成本。讲了一堆这样的话。我们评价一下电价上涨，特别是居民用电上涨，价格上涨，后果非常严重。几个，第一个，目前其实中国居民的收入是在下降，特别是中低阶层的收入下降。你现在电费上涨，对社会底层人民来说，负担带来的巨大压力。这是第一个后果，就是居民的负担很大。第二个，电价的上涨会推动什么？通货膨胀尤其是对中小企业影响很大。那虽然他讲的是居民用电，很多的中小企业其实用的是居民用电。中小企业特别是那些什么呢？特别是那些灵活就业很多是在家里涨，这些灵活就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所以经济不景气，你电价再涨，中小企业影响非常的大。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刘晓光他们出了一个报告，就是2021年中期经济报告他们有个分析我们再讲一下顺便讲一下这个分析。这个报告讲呢，认为呢，中国经济有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需求，第二个问题是通胀，第三个问题是就业他这么说，他说中国经济复苏的过程当中存在两个缺口，第一，需求缺口，即需求增速和供给增速之间的缺口，就是需求的增速没有供给的增速快那么疫情得到控制之后，供给的复苏先于需求。第二，增长缺口，经济增速和常态增速之间的缺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目前不论是供给层面的指标还是需求层面的指标，都在呈现回升的态势，但是大部分仍然低于2019年的水平。这一句话就把真相讲出来。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仍然处于2019年以下的水平，就低于2019年，导致当前的经济增速和以往正常的增速之间存在落差。人话是什么？这不是人话，人话就是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长远远低于正常年份，这就是人话了在他看来，2021年如果需求指标的环比增速仍然低于供给的指标，或者是低于常态，那么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是风险加大的信号。这又不是人话，人话是什么？当前中国经济的风险正在上升，这就是人话。那刘晓光说，2020年下半年到现在，外需的表现好于内需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去年下半年出口非常的好出口规模已经但是现在中国的出口规模已经进入平台期，
对经济的贡献逐渐缩小，而趋势性消费需求不足，成为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障碍。这是第一，讲需求，需求不足，需求不足导致经济风险在上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业分化的问题也为经济修复和常态化发展带来压力。然后他就说什么呢？他说，25岁到59岁就业主体的失业率在下降，但是16岁到24岁年轻群体的失业率在增加。那么2021年5月达到了多少？达到了13.8%，非常高的失业率啊。那么当然，真实情况比这个还要高，不过这个数据已经很高了啊。同时，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在回落啊，月收入的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第二点，就是就业的问题，就业是压力很大。第三，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也是影响中国经济常态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刘晓光认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内价格传导机制不畅，这都给宏观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带来严重干扰。然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董事长王一鸣认为，他说，随着欧美状况的改善，疫情的改善，特别是生产力恢复和疫情防控物资的供给明显加快，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订单的回流。回流是什么意思？就是离开中国，回到欧美地区，而且防疫的这种物资的需求在下降，一个是下降，一个是回流。那你要知道，中国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医疗物资的出口是占有非常大的比例啊。那么这种情况反映的是什么？反映了出口会有所回落啊。从调查的情况来看，50%的企业表示未来外需订单会减少，其中10%到20%的企业表示订单会减少10%到30%，预示着下半年外贸的增速会明显放缓。这是一个。另外，部分领域的风险压力在增加，这就是人话了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本付息压力增大啊，原来借的钱现在要还了啊。第二个，中小金融机构资产重组和补充资本金压力仍然很大，这就不是人话了。什么意思？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坏账率越来越高，当它要坏账率上升的时候，它就要补充资本金，就这么简单啊。第三，受疫情和其他多重因素影响，部分行业的供应链不稳定啊。那么比如说芯片影响什么？汽车啊，汽车影响什么？一系列啊。为什么？汽车有什么钢铁啊、机械啊，很多影响非常大。王一鸣还提醒说要关注美联储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影响。他说6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预示着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改善，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出现逆转啊。如果美联储下半年开始缩减购债规模，将会对一些基本面较为脆弱的新兴市场带来较大的冲击，也会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美元指数可能会有快速反弹，对人民币汇率、对跨境资金流动会造成影响，会增大中国货币政策实施的难度。人话是什么呢？人话就是美元反弹。美元如果反弹，当然联储局收紧银根，首先是美国经济复苏比想象的快，然后美联储呢就会收紧银根。美联储收紧银根的后果是什么？美元指数或者美汇指数就反弹，美汇指数一反弹，人民币汇率就会受到压力。人民币汇率受到压力，意味着什么？资金就会流出中国，回到美国。
影响大吗？有一些国家资金流出的时候，它经济很脆弱，它就会受到冲击。中国脆弱吗？中国也挺脆弱的，所以也会受冲击，就这个意思啊。好，我们今天把这个3个主题基本上向大家报告完毕，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谢谢。明谢 Helen， 谢谢 KDK， 谢谢三焖糕，谢谢。请老师喝冰咖啡。温哥华今天气温创历史新高啊 ，OK。观点，马克·吐温说，戒烟哪有困难？我已经戒过几十次了。同样的道理，中共最能反腐了。只要中共继续执政，几乎每一天都能抓出一堆腐败，非常对。观点，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就能最大程度的监督腐败。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地方，充满腐败贪污啊，非常对。情绪，现在香港直接变成了 police state， 就是警察之城。独鹅只是上面摆出来的党建，李家超极大机会成为下任香港市长，然后所有的政治会变成和中共相同。现在的情况只是前菜。更黑暗的前景在前面。是的。香港的形势的变化比大家想象的快，比大家预期的快，而且彻底。这件事情我不敢说我们之前做过分析啊，但是从我对中共的了解来看，我认为我们其实去年的年底，我们做过一系列的题目，就是香港未来会变成什么。去年年中到去年年底，我们一直在做这一类的题目。核心的观点就是一条：现在发生在中国大陆所有的恶，所有的恶，全部都会在香港发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请大家不要抱有任何的幻想，这就是那个主题啊！我现在还是那个观点。那你想一下，7月1号开始不让英国来的航班落地，那就是要关门嘛，关门。当然，这个行为本身很愚蠢啊！我想去英国，你不让我去英国，那我就先去法国呗。从法国再去英国呗，所以这个是很愚蠢的行为。但是这反映了什么？这反映了特区政府的心态，他想干什么？他就想关门嘛，不让香港人走，说明现在香港人离开香港去英国的非常的多，否则他干嘛做这个动作？情况，最近香港到希斯罗的航班班班满员。今天下午6点半，香港政府宣布7月1号起禁止英国班机降落香港。提问：香港本地的抗争运动已经难以为继，原本的社会体系也被打得面目全非。香港人这场与中共的较量是不是已经彻彻底底的输了？你怎么定输赢？如果你认为这就是输赢的结局的话，我觉得你对一个社会的判断是非常的不准确。其实中共占领了什么？中共占领了街道，中共占领了城市，中共占领了楼宇，中共占领了政府，中共占领了所有你见到的东西。但是他失去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他失去了香港的民心。他失去了民心，他占领的所有的东西都会最终失去。所以
其实你现在表面上看，他占据了这个城市，并且盘踞在这个城市，做他想做的所有的一切。但是当他失去了香港的民心的时候，他最后会失去这个城市。所以我们不能以眼前的成败论什么呢？论结局，结局远远没有到来啊，这是我的看法啊。观点：中共反腐只是手段，打压异己，需要出事就有名啊，反腐只是最好的借口，屈打成招啊。情况：体制内一个退休金比体制外强太多了，农民老了，要不进城卖菜，要不就靠儿子孝顺，而城市体制内的老人退休以后，还能靠退休金给孙子买房，这就是差距，是吗？这么好吗？在城市里面退休了，靠退休金还能给孙子买房，哼，是什么样的爷爷啊？什么样的老人啊？体制内也不是全部吧？啊，得有一定的级别吧？我认识体制内很多人啊，也认识一些退休的人。我知道，在体制内有级别的人，那过得很好，这个没有错。中共对他体制内的这些人，那是他们自己的未来，所以他安排得很好。但是没有级别的人，他的工资是很可怜的啊。提问：中共政府底层的工作人员薪酬还是很低的，中共如何利用低福利要求工作人员高效率？在问我吗？你觉得中共的工作人员的效率高吗？我一点都不觉得他们高啊，真的，我一点都不觉得他们高。你就一趟一趟的跑呗，他怎么会有高的效率呢？啊？观点：当欧美日等国家与中国继续互不承认疫苗的有效性，未来对中国的风险评估报告在中国投资的成本与风险会上升，有可能进一步造成产业和资本的迁出。非常对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未来内地持港澳通行证去香港的可能性还有吗？应该有吧。中共过去十几年，十几二十年，不断的加大去香港的移民，干嘛？就掺沙子嘛，不断的增加嘛，啊，不断的增加啊。情绪当时说了，三峡建成，老百姓电价会降低，建成了变成李鹏他们家的私产。中共所谓的好事，不过是让老百姓买单的一个借口，只能说无耻，非常对啊。观点：水电站使用后，当地的地壳承重和水汽环流发生改变，附近地区以后会变成地震和暴雨洪灾的高发地区啊。情况：国家环境保护局长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曾经在2004年阻止了水电巨头建设白鹤滩水电站，但是在其面前一切灰飞烟灭。观点：因为消费拉不动了，躺平了，只能电价上硬抢了。情况：党庆演出居然不直播，而且提前一天举行，而且现场不允许群众拍摄，真的吗？啊，这太好笑了吧？这非常的搞笑。为什么不直播呢？应该直播呀，让大家共享一下嘛，是不是？不知道他演什么呢？提问：中共御用经济学家林毅夫同志说，未来几年产业升级，中国经济会以平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待这位前世界银行行长？他什么时候做世界银行行长了？没做过吧？我印象是做，要么是副行长，要么是首席经济学家做过，好像是。我觉得你记错了啊，世界银行行长应该不会给他做啊。9%，我觉得他说低了，他应该做19%吧？啊，他说几没有意义，因为他是根据领导的意图来说，所以这个没有任何价值啊。林毅夫他早就失去了专业上的地位和诚信，所以他讲的这些话没有价值啊。
情况，乌合麒麟在国内的网上乱吹捧国产芯片，他转文称14纳米可叠加达到7纳米性能，后来不得不为传播谣言道歉，但因为说自己沸腾和晕喉而被网友认为道歉不诚心。乌合麒麟事后又收回道歉，并且再转发没有根据的言论，证明自己之前的错误言论，再度在微博上被痛批。看样子在芯片大跃进前，吃爱国饭也没有用。当然我看到他那篇文章，乌合麒麟其实非常反映着小粉红的性格特征。第一个没有常识，第二个不认真你稍微的去查一下都知道。第三个，他不仅仅没有常识，还不认真，还狡辩这就是他们的特征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共的特供体制和苏联有什么区别？会不会像苏联一样变成伟大不掉的累赘？特供就是我认为特供就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共执政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他自己捞好处他所谓的什么以人民为中心都是骗人的。他只要搞特供，就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共的本质，就是他垄断政权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谋取私利，没有别的，就是谋取中共自己的私利。至于说他会不会跟苏联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他跟苏联有什么区别。中共的特供是从苏联来的，苏共的特供，其实他们是一脉相承的。所有的共产党，他执政，他垄断政权，他夺取政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他们自己的私利，没有别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反映本质的事件伟大不掉，我不知道伟大不都有多大才能叫伟大不掉，因为没有数据，我们看不到中共特供为了这件事情付出了多大的成本。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务院部委都有自己的农场，都有自己的养猪场，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管道，拿到他们认为高品质的产品给他们的自己人用，这就是特供。然后中共本身还有一个系统，就是机关的服务机构，然后他们有一条这个系统，用整个国家的力量维持一个特供的这个系统。这两个系统放在一起，说明什么？说明中共的特供反映了他们的本质。情况：南京、郑州、重庆、武汉、杭州、合肥停止了二手房贷，有人分析这是围剿富人，毒死穷人，让穷人买新房，接房地产的盘，让政府有卖地收入，为国接盘，让富人的房子烂在手里不能流动，控制他们牟利移民。请问王老师，中共这步骚操作对房地产的影响？对房地产影响当然很大那么我没有看到这个新闻。第一个，我没有看到这个南京、郑州、重庆、武汉、杭州、合肥停止二手房贷，这个我第一次听到但如果真的发生这件事情，那对于二手房价非常打击，非常大。我认为有两点。第一点，我认为钱没了，主要是钱没了。钱没了怎么办？钱没了那就赌呗，把一些地方关掉呗这是第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银行没钱了，银行钱去哪了？去年中国的债券市场非常的发达兴旺，去年债市非常兴旺，今年上半年债市今年一季度债市还比较火，到二季度就不行了。二季度不行，二季度不行了，说明什么？说明银行没钱了
啊。为什么？去年一整年，人民银行大水漫灌，大水漫灌，大家知道，人民银行或者叫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出来的钱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对象只有一个对象，就是商业银行。所以，人民银行大水漫灌的结果就是商业银行手上就有大量的钱，就是很多的资金。很多的银行的手上资金太多，它是要付利息的，所以钱一到银行手里，银行就马上要找去处。银行去处没地方去，为什么？第一个，实体经济靠谱的项目没有，经济不好，没什么靠谱的项目，贷不出去。第二个，钱又不能往房地产去，房地产去，人民银行已经规定了这个几个指标，这几个指标银行根本没有办法把钱往房地产去，实体经济去不了，房地产去不了，那怎么办呢？买债呗，银行就把手里的资金跑到债券市场去买什么呢？买企业发行的债券。那么这一圈下来，实际上什么？钱买企业债券，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给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跑到债券市场去买债，否则的话他赔死，所以他就资金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循环，钱又跑到哪里去？钱又跑到企业手里，企业又把它存到银行，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循环。这个循环实际上对经济那些能够发行债券的企业，基本上什么呢？基本上它的资金的需求，能够产生资金需求是什么？是那些发不起债券的企业，发不起债券的钱拿不到钱，而钱又回到债券市场，这就是去年一整年到今年一季度的情况。到了二季度的时候，银行的手上的钱慢慢的就干掉了，干掉了之后怎么办？那就停这个呗。那么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几个城市房价仍然控制不住，那就下狠手下狠手。那这种下狠手，我担心什么？我担心现在这个力度这么大，那房价可能会崩我担心房价可能会崩。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官场没有横向联系，各管一条，我只管我这一条，其他的我不管。那你又意味着什么？你经济政策你只管一条很狭窄的部分，它对其他部分的影响它不管，那就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房地产有可能会崩。就这样下去的话因为实际上虽然大家看面上去各个房地产市场好像都有涨的趋势但是经济是这个层面的问题我不看好，大家小心。总之现在房地产要小心情况坐标南京，二手房贷只是延期很久很久，没说取消，我在卖房 OK 卖房的人的态度就不一样。情况坐标湖北小城市，平时爱听王先生的节目，记住了王老师说过的小学博士。前几天在微信群跟朋友聊到习是小学博士，结果微信被永久封禁，随后接到4个电话，分别是当地派出所和网警，让我去派出所做个笔录和写个保证书，不让拍照，不让拿走，并据警告不允许跟任何人说我觉得大家不需要做这样的动作。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讲的是什么？就是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是有风险的，你就不要去做情况，澳梦编程老板跑路，老师工资没发，我预充2万多的课，
还有一半没上满，今天加入维权群，500群瞬间就满，一个政策害惨多少平民百姓？这就是教培行业新政的后果啊。情况我墙内一个亲戚，局级干部，离休后退休工资14000，一年发4个月，每年32000旅游费，享受离休干部病房，单人房，空调、电话、电视、冰箱一应俱全，免费。体制内爱国还能理解，毕竟属于既得利益。体制外还整天高呼口号，就真的看不懂，太蠢了。情况啊，提问：坐标香港，这几年深深感受到香港和国内思维文化的差异，其中一样就是关于国内两辈人纠缠不清的情况。国内普遍情况是父母很喜欢掌控，管子女的一切，包括学业、择偶、婚后生活等。彩礼有男方父母到女方父母，多数在转给女方。这种两代人纠缠不清的现象，外国人很不同。香港介乎国外和国内之间，个人并不认同这两代人纠缠不清是中华文化或者是传统。请问王老师，这是 CCP 刻意达到的效果吗？造成一大批没有独立思考的巨婴，这跟 CCP 没有关系吧？中国的这个父母对这个子女的掌控，跟传统文化有没有关系？跟传统文化是有关系啊，跟传统文化有关系。中国是大家庭，中国的传统是大家庭，大家庭这个最好是4代同堂，4代同堂就已经被传颂了。那么4代同堂，那你想一下，一个家庭里面有4代人，所以中国传统有影响。那么大家长对小家长对小家长，那么影响有各种各样的掌控方式。那么至于香港我不觉得有，香港基本上没有，香港就是要给彩礼，香港还是要给礼金给岳父岳母。但是礼金可以多可以少，不同的情况也不一样，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风俗啊。国内就不同，国内比较典型的就是一直管下去呗，一直管下去呗，跟 CCP 关系不大，我觉得主要的还是传统风俗的问题。情况过去1个月，从香港直飞英国的航班天天爆满。机场天天上演生离死别，无数老人家哭着和儿孙告别，这样的场景在暑假只会更多，因为很多家庭都是留待学生放假才举家移居。根据高峰期之前的数字推算，今年从香港 BNO 5+1移民英国的家庭人数，相信起码超过10万，他们大多数是中产。观点：国内的父母为了让孩子听话，经常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在他们的观念里，听话就是好孩子，不听话就是坏孩子。这恰恰是统治阶级最需要的效果，因为奴隶的特点就是听话，没有思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种儒术被中共玩得炉火纯青，它不仅让中国人从小听父母的话，上学听老师的话，工作听上司的话，结婚听老婆的话，老了听子女的话，死了还听元王的话。好吧，这种分析也有一定的，也能成立啊，这观点也能成立。提问：王老师你好，我是在欧洲做华人旅游的，请问就算疫情过去，中国人还能像以前一样出境游吗？我家里人跟我说，现在国内护照早就不发了，我很担心是否转行不做华人旅游了。我觉得你现在要早做准备早做准备。2点，第一，中国会把疫情管控出境的疫情管控延迟到2022年的年底，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还有1年半的时间，中国出境游你就不要想，1年半的时间，
你能扛1年半时间吗？如果你扛不了1年半时间，那你早做准备为好啊，好早做准，因为一直到2022年的年底，这是第一。第二，西方国家对中国疫苗全部 say no 啊，大家知道，如果你疫苗 say no 的话，意味着它就不会开放中国游客。那么不开放中国游客，就算中国开放了这个出入境管制，那中国游客还是去不了。所以这件事情对这个旅游业影响是非常大。所以请注，如果你扛不了那么久的话，那就尽早做准备，好吗？好，明谢 Thora 和谢谢郝林，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